总是会给人带来期待，然后你会感觉说每一次它出新产品就是想要超越更强的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上个月中呢 ，Sony 发表全新世代的电视以及音响产品，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悄悄发布了一个叫做 ULT 的新的产品线哦。那这个极致的产品线，它目前看起来有4个产品，就是包含2颗小的蓝牙喇叭，那1颗户外型用的派对喇叭。以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这个 ULT Wear， 算是一个取代原本中阶降噪蓝牙耳机的一款新产品哦。那这款产品呢，我在稍微体验一下之后，我敢说它可以说是近期啊，就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啊，Sony 发表会都在看这个新的电视、新的一个 soundbar， 但是我要必须讲，这个 ULT Wear 将是接下来的这种耳机市场里面非常也值得瞩目的一款超高 CP 值的耳机。那怎么讲呢？就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哈。那首先呢，这款耳机呢，它的价位是它的高阶款的这个1000XM5耳罩的，可以说是一半。台湾索尼是把它定价在5990，就没有超过6000块。但是呢，它本身呢有蓝牙的功能，然后有这个降噪的功能，它也都有。然后它的单体是全新开发的 ，Sony 官网上写的它是一个40mm的单体，那从而用了更大的单体来将这个系列呢，它叫 ULT。我在想，他们其实应该叫 Ultimate 的一个 Bass， 就是极致的 Bass 表现，极致的重低音表现的系列哦。那所以大振膜的单体，然后系列名称又叫做 ULT， 那对低音来讲应该是非常的期待哦。那其实我听完的感受也跟大家一样，就是说。这个 ULT Wear 的耳机啊，它在整个低音的表现，我敢说它跟1000XM5基本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好，那不免俗呢，我们一样要介绍一下外观哦。首先呢，它的颜色有出白色、黑色，以及现在前面你会看到有一个算是灰绿嘛，就是有点像军绿色，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低反射的感觉哦。有3种颜色做选择。那它的外形来讲，跟1000XM5比的话，它会多一些比较塑胶感。就是你会感觉它的摸起来的手感没有像1000XM5那么的顺滑柔顺，但是我必须要讲，它在头梁的支撑这个皮垫嘛，以及它的耳罩的部分，我觉得依然是非常有水准的。那在它的耳机的2侧，你会看到一个 Sony 烫金的这个字标，也是非常质感。那一样，耳机的2侧。它有一侧是可以当做这个触控面板，跟1000XM5一样，你可以去做这个音量的大小声、音乐的快慢，就是前一首、下一首，以及呢这个接听电话的时候来做使用啊。那比较特别的是说，它在这个左耳的这一侧，它有一个叫做 ULT 的按键。那这个 ULT 按键其实它是一个低音强化的按键哦，总共有3段可以选择，就是当然第一段就是不做所谓的强化。以及这个 ULT 强化1阶 ，ULT 强化2阶哦。那这个音色的感受怎么调，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讲哦。那接着呢，我们会看到它在左耳这边呢非常常见，就是一个电源按键，那一个这个降噪跟通透模式的切换。以及呢，这个 Type-C 的充电孔，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个有线耳机孔的设计哦。那这个设计就代表说，如果今天你的耳机真的很不幸的，它的里面的电路板阵亡了，那它起码还可以当做一个有线耳机使用。那我觉得，在一个这个6000元的产品上面，那它去强调这个，就是它可以一直使用有 3.5mm 的耳机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加分的这样子。好，那当然这次的 Sony 还有强调说他们的这个材质用了永续的一些材料，就像之前我们有开箱讲到说的 ，Sony 现在都有强调说他们的一个产品都有用什么 Sony 自家的 Soul Plus， 就是它是回收的一个塑胶材质再去做的这样。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关心的其实从来都不是环保不环保，但对于这个跨国的大企业来讲，为地球去贡献一份心力是很有必要的。好，那接着再讲一下头梁的部分，调整的部分。1000XM5的话，它会做到一个算是无极的，就是它是没有段数的调整，非常滑顺。但是如果你是这个ULT Wear，那它相对来讲，因为它的价位比较便宜，所以它的这部分就是
算是比较有声音，然后它也会有段数去做调整。但简单来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佩戴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其实不太夹耳朵。好，那其实它的大部分的功能呢，就像我之前所开箱这个1000XM5耳罩一样，就是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软体的功能，例如说，当你戴上它的时候，你可以设定它跟你的一个 Google Map 去做联动。假如说你在移动的时候去开通透模式，那你到定点的时候去做这个降噪模式，它是可以这样去设定的。以及呢，我觉得 Sony 他们家有着非常好的一个 EQ 调整的界面。那这个界面呢，待会也会教大家如何调出一个你心目中就是属于你的一个好声音。那我另外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说 Sony 他们在这个界面上的改进，我觉得是算是有用心的，因为在去年嘛，1000XM5的评测里面，我有讲到说，现在 Sony 他们家的 EQ 调整，其实它有一个算是自动的模式，就是你点到这个它 App 里面有个找寻属于你的一个音色嘛，点进去之后，还有很多选项让你选嘛。那我讲说之前的一个选项里面，它都是用测试音去做。那测试音的话，一般人你听测试音，你听好几个测试音，你可能坦白讲，你听不出差别。为什么？因为这跟你平常听的人声、听的音乐是不相干的。但是 Sony 他们现在就是这个功能，它已经进步到说，它是先让你播你喜欢的音乐，那它针对你喜欢的音乐去做各种不同音色的变化，然后做出选项让你去做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它这样的一个改进，其实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去快速去设定它属于他自己喜欢的一个音色哦。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这功能其实还是可以做得更进阶啦，因为我觉得它的目前预设的音色来讲，低音都有点太肥厚了这样子。好，那很多人就其实买耳机它关心什么？第一个就是外观嘛，第二个就是重量，第三个是续航，第四个是音质嘛，对不对？那重量的部分，其实它的我记得是大概250克多一些，跟1000XM5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它的配重的部分，我觉得也基本上就是怎么讲？虽然它不是很夹耳朵，但是你戴在头上的时候，你左右甩的时候，第一个是你不会感觉到它有很大的一个离心力，就是它配重其实做的蛮舒服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不重嘛，所以其实戴起来长久的佩戴感，我觉得，当然它没有像1000XM5那么的算是自然的贴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你长久佩戴它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这样子。好，那续航的部分呢？国网是说这次呢，如果你开启降噪模式，可以来到30个小时；那不开启降噪是50个小时。那对比1000XM5来讲是进步了，就如果不开降噪的话是进步了10个小时。但是以我自己的测试来讲，如果你还有开一些，假如说 EQ 的功能啊，或者是假如说 DSE 强化音质的功能，那这个时间你大概要打个7.5折到8折了。那我们一样，我们请我们小编把它的一个续航测试的时间呢，公布再做一个表格，拿去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外观，讲完了续航，讲完了这个佩戴感，那接下来就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音色的感受嘛。那这一代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如同它这个产品所讲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低音表现哦。那其实我在刚戴上去的时候，我一播音乐，我跟你讲，我立刻就感受到说，它这个耳机的低音真的是。就是它同时有亮感，然后它又有下潜、有低沉的程度，这样就算你没有开启这个ULT 加强的模式，它就已经非常重了。这样，那你在开启 ULT 加强的模式之后，我觉得基本上正常人啊，你开到第2阶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就是那个低音真的是有点太过强了啦。这样子，那我开到第1阶，其实我在后面 EQ 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基本上它是非常有水准的，就是。坦白说，我觉得它跟1000XM5在音色上的差距，其实并没有到，假如说你一个6000块，一个将近12000嘛，他们两个差距其实我觉得没有到6000块的程度，是非常接近的这样子。好，所以它有强大的低音，但它的同时它的人声也算还有穿透力，就是人声跟1000XM5比起来，就是还算贴近你的耳朵的感觉，但是它的空间感。的空气感、高音延伸，
相对 XM 来讲就是比较弱了一些。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 ULT Wear 这款耳机它非常适合哪些族群？它就是适合你喜欢听电子音乐，你喜欢听流行音乐有节奏的，那它就是非常适合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耳机呢，你要怎么去调它？因为其实关于它的一些 APP 操作啊，关于这个触控面板怎么做，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个 WH-1000XM5 的影片啊。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很详细的说明了。那每一期呢，我们会都讲说这个耳机的音色怎么调，因为我通常不喜欢直接把这个耳机调整的参数公布给大家。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只是看参数去调整的话，你只动动手指，其实你对声音的感受你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呢，其实我的一个我不管是soundbar类的产品，我不管是这个耳机类的产品，我在讲说我的调整参数，我在公布的时候，其实我会把我做怎么调到这个音色的一个流程讲出来，以及每一个这个 EQ 的选项，它对声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会尽量用这个浅白的文字跟大家做说明的。好，那在这次的一个这个ULT Wear 的 EQ 调整的界面，我们会看到5个选项，就是400赫兹、那1000赫兹、2500赫兹、6.3K 以及最后的一个 16K， 就是这5个选项。那我建议大家就是用一个就是算是好记的一个术语来把它记住，就是3+2的一个组合哦，这样子。什么是3+2呢？就是首先400赫兹、1K、2.5K 这3个东西，3个频段，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跟人声相关。那6.3K 跟 16K，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这个跟可能伴奏的乐器，跟你整个那种人声一些伴唱的合音的那种明显的感觉，他们会绑定在一起哦，这样子。好，那同时下面当然还有一个你会看到有关闭ULT 1、ULT 2，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算是低音强化的3个阶段，然后最后底下有一个 Clear Bass， 基本上这就是重低音的一个段数，所以基本上它在每一个假如说 ULT 的这个模式关 ULT 1、ULT 2，你都可以还再去调整它每个段的那个重低音的量，都是可以用 Clear Bass 去做稍微的微调的这样子。好，首先呢，那既然要测试的话，我会建议说，你一开始用的音乐，你用的跟我一样的音乐去听，因为这样我在叙述的时候，你在调整数值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或者是你有大概率体验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音色感受。那这次我是用碧昂斯他所最新出的一张专辑，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Blackbird 黑鸟。那我们在调任何的 EQ 之前呢，我都会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确立一个我们想要调的方向。那 ULT Wear 这款耳机，我觉得第一手我遇到它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说，坦白说，它的人声呢，以耳机里面我的听感来讲，我觉得有点算偏闷，因为坦白说，因为它的重低音真的是太强，所以有点盖到它的其他的频率段这样子。那所以我想要做就是说，在这个强大的低音的基础下，我去加强它的人声的锐利度以及乐器的一个清晰度，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加强，然后得到一个算是更有渲染力、更有情感、更热情的一个声音哦。好，那所以我们要首先调人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第一个你去调400赫兹的这个频段，这个频段呢，它会决定它的整个一个人声的算是厚度。那影响了人声的厚度之后，你就会觉得，人声的远近也就会确立的出来这样子。那一般其实我听音乐的话，我喜欢人声比较有渲染，比较像在我面前跟我唱歌，所以这个400赫兹的话，我是把它开到了正七的一个位置。那接着呢，在 1K 的频段，它会有点像是决定这个人声里面鼻音共鸣的强度。什么意思？你看我现在讲话可能是这个音色，但是当我用鼻音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音色，像我现在用了比较多的鼻音，它音色就会比较尖锐，然后会变得比较明显。好，所以这个 1K 呢，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鼻音音色的加强。那接着 2.5K 的话，我觉得它相对来讲也是影响一个人声在空间感里面远近的感觉哦，但它这跟这个 4K 加强的厚实度会感受不太一样。但简单来讲，我觉得 2.5K 基本上你就是在调完前面2个之后再去动它的一个参数。那在 1K 的部分呢，我是开到了正3，然后在 2.5K 我记得是把它开到正2。
就是这样就确立了我们这个人声在整体音乐当中的一个凸显的程度。那人声凸显的程度决定了之后，我也想把乐器去做加强，所以在 6.3K 的部分呢，我这边其实我在调整的时候，我会听它一个算是背景的一个乐器伴奏的表现，就是有一个吉他一直在拨奏。那这边的话，我是觉得一般开到正3、正4，你会觉得这个吉他的伴奏会颗粒感会更好。那最后一个16K 呢，它决定的就是一个吉他音色拨奏的尖锐的程度吗？以及决定一个说它还有背景伴奏的那个合唱团，它也会决定它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哦。但是因为这边其实我们刚刚把这个乐器 6.3K 给它调到正4了之后，其实我觉得你这边如果 16K 你再把它调到正1、正2、正3，就是它开始音乐会变得没有那么的耐听。所以我这边是为了加强一个耐听的程度呢，我就把它开到了一个负4。那底下的这个 ULT 的阶段呢，我是把它开到 ULT 1。基本上我觉得 ULT 1就是它的低音的这个深沉的程度会增加，但同时呢，我觉得它的那个低音的量感真的是太 over 了。所以我的话，我会把这个 ULT 1的 Clear Bass 我开到负7，甚至是负8的一个值了。我觉得这样就是在量感、在低程度，然后跟人声乐器的搭配上是比较平衡的。好。那我调整的这个音色的话，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热情的，所以我这边同时呢，我再提供给第二组音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那第二组音色的一个逻辑呢，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说，我想要营造一个相对来讲，它的人声可能离我会比较远，但是呢，我会有点像是我在录音室里面看着前面有个乐队在表演，然后这个乐队它是处于一个可能吸音比较强的空间。所以呢，这个音色会比较冷静跟耐听，所以这边呢，我就直接把我这个参数表提供给大家。那这边的参数数值我就不细讲了，但是我讲一下，简单来讲我的调整的逻辑哦。首先，我们的3+2的逻辑一样去做调整。人声的部分，因为我要它人声音比较后退，所以我在这个400K 的400赫兹的部分，我是把它调到负的嘛。那因为它人声后退的时候，如果你不加强一点它的锐利度，其实你会觉得它的人声是太闷，所以我在 1K 的部分我去把它做加强。那同时呢 2.5K 的部分我一样把它往负值去拉，所以它的人声整体来讲会比较远，跟这个乐团跟乐器会比较融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就是把人声就是往后退了嘛，那我们想要得到耐听的这个组合，所以我们的乐器同样也要去做一个加强，所以我们在6.3K 跟 16K 的部分，这个调整逻辑基本上跟刚刚是一样这样。然后重低音呢，我们一样沿用刚刚的参数，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是针对人声去做一个调整，那这样就完成了另外一个风格的参数了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对一下，就是那通常我调完了之后，我还会用好几首歌去做测试啊，就是那大家就是务必要建立一个测试的参数这样子。好。那其实呢，这次的开箱不长，因为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它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功能上跟 WH-1000XM5是很像的，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这款耳机啊，其实我常常会遇到门市很多比较属于年轻的朋友来讲，就是以我自己来讲，当然6000块耳机跟这个1万出头耳机，可能价钱上。我是觉得，假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差不多这样，但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因为你看买耳机的族群是谁？他可能是大学生、高中生，对不对？甚至是国中生，那拿压岁钱来买，或者是他刚出社会工作的一个，或者有的人他拿来运动，他不想要买太贵的。那新款的这个 ULT Wear， 它一个6000块不到的价位，基本上我觉得它音色啦，1000XM5是100分的话。这个调整过的 ULT Wear 它也可以达到90分的一个等级，但是它们两个最大的差异是在这个降噪的功能上面，就是1000XM5的降噪，你带着它，然后你开着降噪模式，像我在门口对着这个车水马龙的街道去做测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失聪了？就是我耳力是不是有问题了？我是不是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这样，就你会感觉它有一个很自然的宁静。然后路过的都被消音了，这样。但是你在用这个 ULT Wear 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觉得说，这还是一款，就是它是一个降噪耳机，就你现在降噪是有一个降噪耳机在干预的这样。然后它过了比较久之后，它这个降噪的耳压的
不适感是会有一些些的。当然你在听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耳压的不适感会被改善很多。那简单来讲，他们的两个降噪是有差异的。虽然说这个Ultimate 它用上一样是这个 V1 的降噪的晶片，就是跟1200XM5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在降噪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但是你要说这一款6000块耳机，你要嫌它什么？其实真的没什么好嫌的。如果真的要嫌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它的低音相对来讲真的是太强了。然后像1000XM5可以接耳机线嘛，3.5耳机线，那这个 Ultimate 也可以接耳机线。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因为它的低音太强，然后它在接耳机线的时候，你任何的 EQ 是不能去干预的，所以变成说你接电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那个重低音太强的音色啊，有些人他是会受不了的。所以就这点，就是如果你想要把它拿来长时间接有线的，接你的电脑做使用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什么样场合你会这么做？你大概是电竞的朋友，你要强调低延迟，你会接线。那你就想看你枪战游戏它的这个手榴弹或者它的枪声一直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忍受这个 Ultimate 的一个重低音哦？好了，那这次的评测影片就到这边。我觉得其实 Sony 的一个耳机或是音响产品，我觉得它每次推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的一个进步的渴望。基本上每年的新款就是想要打败它的去年的比它高一阶的一个自己的对手这样子。那我觉得同样今年以这个 Ultimate 来讲，它的完全的设计的目标就是想要以在6000块的价位去达到这个1000XM5的一个8-9成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目前以我的体验来讲，我觉得这个目标设定也是非常成功的。但同时呢，这又让我更期待说，如果今年的新款的 WH-1000XM6 出来了，那又是会是如何的强大呢？好了，那我是 Alan， 这次耳机的介绍影片就到这边咯。那有任何想听的、想看的或想了解的，都可以关注我们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是 Alan， 我们下次见，拜拜。